不论是从人生经历，还是到行事作风，都像一个披着法国人外皮的美国人。我怀疑你在骂人。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豪。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乐乐，欢迎回来我们的偷拍秀场。我们的口号是买不起，并不影响我们 BB。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踊跃的给我们点赞、转发、收藏、投币哦。如果可以的话，请点个关注，您的支持是我们把节目做下去的最大动力。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是法国老牌时装屋包曼的2020秋冬秀场。不知道各位小可爱对于巴尔曼这个牌子是有着什么样的印象呢？是迪奥先生之前不愿意跟他合作的那个牌子。迪奥先生看不上的牌子。我们在之前迪奥编年史1当中有提到，巴尔曼的创始人皮埃尔·包曼曾经邀请迪奥先生和他一起来创办时装屋，但是呢，被迪奥先生实动燃拒。是的，有兴趣的小可爱可以去我们那集考古一下哦。包曼这个品牌啊，成立于1945年，是。距今已经存在了75年之久啊！创始人皮埃尔·包曼他出生于1914年，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布料商，他的母亲开了一家服装店。二战结束之后，人们对以实用为主的衣服产生了厌烦，皮埃尔在这个节点推出了细腰大裙摆的廓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现在我们熟知的巴尔曼的品牌形象和一开始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呢，我们所看到的金碧辉煌的、散发着欲望和权力气息的女性形象，实际上是现任设计总监 Olivier Rousteing一手缔造的产物。Olivier 可谓是一个神人啊，他不论是从人生经历，还是到行事作风，都像一个披着法国人外皮的美国人。我怀疑你在骂人。我这真的不是在骂人，请大家听我娓娓道来。Olivier 他出生于1985年，在他1岁的时候被一对来自法国波尔多的白人夫妇领养。长大以后呢，他前去了巴黎的 Esmod 学习服装设计，但是和他的校友 Jacques Mus 一样啊，就在这个学校里面，他就念了几个月就辍学了，原因是觉得在学校里学不到什么。如果一个人辍学，可能是他的原因；如果很多人辍学，可能是学校的原因。特别是当这两个辍学的人现在都已经有了比较成功的孩子的时候。2003年，Olivier 他就来到了 Roberto Cavalli 这一个品牌来工作，并且在不久之后就靠着自己的实力，成为了这个意大利品牌的女装总监。是的。2009年呢 ，Olivier 就加入了宝马，在当时的设计总监 Christophe Descartes 呢下面工作，并且在2011年就成为了宝马的设计总监，年仅25岁。看看别人的25岁啊。我25岁的时候还在和毕业的及格线斗争。就是因为你没退学。他
是自 Yves Saint Laurent 之后，老牌法国时装屋里面最年轻的设计总监，也是第1个黑人设计总监。所以大家看，这是不是一个符合美国梦精神的白手起家的故事？是的，并且呢，在他成为巴尔曼的创意总监之后啊，他迅速给这个古老的品牌开通了5G 网。对，在众多还没有通网的传统时装屋们啊，还不屑于下场迎合通俗流行文化的时候，他就已经牢牢地握住了社交媒体这一把金钥匙。他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网红，享受着明星设计师的光环。在 Instagram 上面，他坐拥620万的粉丝，每天呢都和全世界最辣最红的女明星一起 party， 而且还有女明星同款这种项目。他说 I don't like dressing celebrities, I like dressing friends。我不喜欢给明星穿衣服，我喜欢给我的朋友们穿衣服。是他的朋友都是什么 J.Lo、Kendall Jenner、Gigi Hadid 的贝拉海莉这些普通女孩啊。是。看过巴尔曼秀场的小可爱一定会记得它招牌式的闭幕。不同于传统的一字形闭幕队形 ，Olivia 总是被她的超模军团簇拥在当中，浩浩荡荡的横扫 T 台，留下一张又一张绝佳的秀场合影作为宣发资料。是的，通常闭幕的时候都是模特走完以后设计师出来，而且如果碰到像 Jonathan Anderson 这种害羞的设计师，都是露一个头然后就走了。是的，就很少有设计师领着一帮模特出来啊，颇有海盗爷的风范。Olivia 她在很早的时候已经玩起了现在火得一塌糊涂的联名，除了和 Puma、H&M 的这些品牌的联名系列一男求之外，她还看好美妆行业，目光非常的锐利。是的，她和欧莱雅以及 Kylie Jenner 都合作推出过美妆品，为品牌创造了可观的收入。在巴尔曼的官网上面，赫然可以看到有很多 hashtag 都写着巴尔曼这个品牌的关键词，让这个古老的品牌呢扎根于当代的潮流当中，变成了众多年轻人们在买衣服时候绕不开的一个时尚选择。这样的营销策略让他风光无两。他也直言说 ，I started as the Bauman baby, and now Bauman is my baby。我开始我的职业生涯的时候，大家都会说我是那个在巴尔曼工作的菜鸟，但是现在我把巴尔曼这个品牌变成了我的心血和代表作。他把自己活成了一部励志美剧，所以我才会在前文提到啊，就 Olivia 她这个人的人生轨迹以及行事作风，比较像美国人那种积极进取的性格，没有贬义的意思。法国人不积极进取。大家有没有看那个 Emily in Paris 那个剧里面美国人的性格和法国人性格形成了鲜明对比？他这种入世的有血有肉的性格呢，和对于成功毫不避讳的谈论，让他显得真实的非常可爱。他的这种生活态度也反映在了他的服装设计当中，塑造出了一个坦荡向上、追求富足生活的女性形象。是的，我们上一期 Mugler 说的设计师 Casey 是一个安安静静做设计的人，那这一期巴尔曼的设计师 Olivia 他就是一个轰轰烈烈搞事业的设计师。我个人还是挺喜欢他的，因为我觉得他的张扬是有一定能力去支撑的，有能力有态度啊。更重要的是，在品牌赚钱的同时，设计上也没有太大的起起伏伏啊。而本次2020年秋冬秀场真的有惊喜到我们。包满的秀场以20件海军蓝的品牌标志性6口大衣开场。如果你眯起眼睛看啊，如果你像我们近视不戴眼镜的话，会恍惚间就会觉得啊，有一排 Olivia 朝你走来啊，因为这个就是设计师平时他自己标志性的装束。模特要是把自己的嘴唇打得再蓬一点，那就是标准的一个 Olivia 军团向你走来。本次秀场的灵感来源来自于 Olivia 她自己本人的经历。她的童年其实一直挺幸福美满的，直到11岁。她在学校被同学欺负的时候啊，同学就大骂她私生子，然后她如醍醐灌顶一般，发现自己的肤色和自己其他家庭成员的肤色不一样，被领养的现实让她感到疑惑和恐慌。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又为什么被抛弃。据她自己回忆啊，她说 I grew up obsessed with questions regarding heritage, race, belonging and fit。我对于传承、种族、归属感、界限这些字眼一直有自己的执念。但是他少年生活在波尔多啊，波尔多就知道就是法国一个非常著名的葡萄酒产地，然后富人云集。他很小就发现当地一些场所、俱乐部、圈子会把他这样的人拒之门外。在本次秀场中，他用衣服为他所代表的这群人发声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在没有成功之前，至少我们可以让自己看上去非常成功。这也是我是马丁的老师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Fake it till you make
Olivia 实际上说的就是你要把你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作为一个目标，然后通过努力向那个形象去靠近。大家不要觉得这是在自欺欺人，穿成你想变成的样子，把每一天活成你想要的样子，终有一天你可以到达目的地。重点是你需要持续不断的做出努力，最终达到那样的状态。Olivia 在本次秀场当中选用了80年代的上流阶级们酷爱的元素，例如有贯穿整场秀的大垫肩，高耸到大腿根的皮靴，骑马装中的披风，勾勒出了一个杀伐果断、飒爽英姿的霸道女总裁形象。是的 ，Olivia 她笔下的女性呢，不受规矩的束缚，她们要在商场叱咤风云，她们要在红地毯艳压群芳，她们要让这个世界知道她们来过。她们不是帮女郎，她们就是邦德本人，她们就是人美路子野啊。这场秀非常妙的一点在于 Olivia 她在强硬的女性形象当中注入了80年代富足丰饶的一个氛围。一看就感觉活得特好啊。对，大家知道70年代是迷幻的年代，80年代是丰饶的年代，就感觉80年代的每个人都很有钱。加宽的西装领啊，被揉入了巴尔曼招牌式的 Jolie Madame 的廓形中，搭配上了张扬的红黑配色。六扣外套的门襟部分被替换为了飘逸的丝带。松松的在模特的腰间挽上了一个结，存在感十足的项圈和耳饰坠落在飘逸洁白的宫廷衬衫上面，更不用说秀场当中反复出现的皮革呀、丝绒啊、亮片啊这些材质。Olivia 塑造的女性形象就像一句歌词说的那样 ，I'm sexy and I know it。是的，说到材料和工艺啊，其实我个人一直觉得 Olivia 一直在用做高定的要求来做成衣。她的衣服性价比其实非常高啊，对于她的工艺来说，在本次秀场中，我们可以看到看似平平无奇的毛衣上面做了很多区域的分色，麻绳流苏的细节也镶嵌了各种种类繁多的定珠。还有就是在秀场就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这个穿在摩托身上的这种女神女战士铠甲，它是用皮革一体成型，用硬挺的皮革能如此的贴合人的身形，做出如丝绸般柔软的质感细节，是非常令人叹为观止的。Mugler 开启了女性探索性感的自由。而包尔曼呢，它是赋予了女性享受成功的权利。是的，在欧美地区喜欢上包尔曼的都是白手起家的 diva 和女企业家。是的，比如说有山东天后 Rihanna， 有 Kris Jenner， 有 Beyonce 等等等等。非常期待有一天看到我国著名的企业家董明珠小姐董明珠女士穿上包尔曼，穿上那个女神胸衣铠甲，指点江山。低调不在这些女性的人生字典当中，她们靠自己打下的江山就要风华绝代的坐拥。这种坦荡追逐欲望、快意人生的品牌精神，让我们觉得巴尔曼值得在本次的女性主义小专题当中占有一席之地。是的，因为在巴尔曼的字典里面野心从来不是贬义词。巴尔曼为野心勃勃的女人们证明，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总是会习惯性的打压女孩们的野心。从小到大总是听见女孩子不要这么累做个贤妻良母才是人生大事。女孩工作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样子的声音。是太有代入感了，我已经开始生气了。仿佛拥有野心、偏爱在事业上的成就感是一个不被接受、不自然的事情。是的，前段时间杨一平老师在微博上发布了一个分享最近生活的视频就有人评论表示，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一个儿女，并获得了上万的点赞。成功如杨丽萍老师把自己活成仙女，依然没有逃过固化思想的指责。什么时候衡量一个女性成功与否，要看她有没有生孩子。而更可怕的是，这条评论来自一个女性。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对，我当时看到这个评论的时候，眼睛翻到后脑勺，真的是。除了生儿育女，秀场中的巴尔曼给女性展示了另外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活法。他们的野心是被歌颂的，是被赞扬的。他们的人生可以像男人一样野心勃勃又快乐坦荡。如果你想的话，你就可以做一个快乐的富婆。听着就很有诱惑。来吧，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做富婆吧。我个人感觉巴尔曼这个品牌在国内的热度一直都不是特别高。是的，可能是因为巴尔曼和我们之前聊过的范思哲一样，他们的风格都是张扬华丽，工艺上呢又是繁复重工，一不小心就会造成衣服穿人的一个情景。我觉得其实也跟中国的一些审美一些思想有关，他总是教人大家你们要低调，要克制。对，大家在我们这个频道不需要克制。
这个是一个就另外一种体系的审美，一种语序啊，就是说我要展现出我的成功，就是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就是我穿这么好，不展示就等于没有成功的感觉。像楼楼说的一样，巴尔曼他华丽的那些衣裙啊，可能是和亚洲人的身形以及气质有一些不相符，但是其实中国明星也有穿巴尔曼穿的很对味的，比如说像图片里的吴亦凡和陈学冬，就是时尚完成度靠脸。一个是靠脸，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都选了相对素色的，就是六扣外套。六扣西装是巴尔曼这个品牌非常经典的一个单品，让你整个人穿上之后有气势的同时，也不会显得过分的夸张。如果你对品牌有兴趣，但是对那些重工的单品望而却步的话，六扣西装非常的经典，而且日常，是一个挺好的入门单品。哥我就买重工的，哥你买重工的吗？哥我就要买路易斯那一件。对，就那种笑红尘的态度啊，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也把我们觉得好看的单品挑出来供大家品鉴。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希望大家喜欢。如果你觉得本期节目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就请不要吝啬给我们点赞、转发、收藏、投币哦。都可以的话，请点个关注。那我们下场秀场再见，拜拜。拜拜。